我和阿姐同天破殼，周公斷言我倆之中，必有一人能孕育出滅絕的真龍。我屬性高，父王認為我必定是能誕下真龍的那個，對我萬般寵愛。結果高屬性的我生出的，竟然是最下等的白蛋，而屬性卑劣的阿姐，雖未生出真龍，卻生出千年一遇的至尊黑蛋。於是姐夫成了妖獸敬仰的萬獸之王，王位旁落，丈夫一氣之下擊碎尚未孵化的白蛋。父王多年希望落空，顏面掃地，又知曉我其實是白蛇後，怒不可遏，一掌擊碎我的元丹，將我剝皮拆骨。再次睜眼回到澤夫當日，丈夫拒絕了我求娶阿姐。我知道他也重生了，我不由冷笑。丈夫以為娶了阿姐就能生出真龙，登上寶座，可能懷龍子的人是我，沒有我，他的孩子只會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怪物。數萬年前六界混戰，神族為免生靈塗炭，傾盡神力，全族犧牲，神族隕落。而與神族關係最為緊密的龍族，也在這場大戰中覆滅。龍族滅族後，騰蛇作為與龍族最為相近的血脈，成了新的獸界之首。父王膝下只有我和阿姐兩個女兒，我與阿姐同父異母，同年同日破殼，她只比我早半刻鐘。此前父王曾夢見金龍盤旋皇宮，周公解夢，斷言我與阿姐必有一人能誕下真龍。父王大喜，看着兩個尚在襁褓的嬰兒，一個紫氣繚繞，毫不猶豫抱起我，隨即立我母親為王後。騰蛇分5級，白、綠、黃、紫、黑，色越深等級越高，白色最卑賤，黑色最珍貴。黑色可修煉為蛟，飛升成龍，但千年才有一條黑蛇，萬年才出一條蛟，而能飛升的還未有過。在騰蛇族，紫蛇已經難得。我屬性高，父王認為我必定是能誕下真龍的那個。我能誕下真龍一事很快傳遍獸界，都對我的期望極高。我從小到大便是父王最疼愛的公主，受萬人追捧。一成年，父王就趕緊對外招婿，盼望我能和實力強的女婿生出一條真龍來。父王方言，只要誰能和我誕下真龍，這王位就會傳給誰。一時間，我家門檻都要踏破了。剛睜眼的時候，我看見自己拿着零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眼前人居然是池景軒，整個人都愣住了。我這是還活着？與池景軒目光交錯的一瞬，池景軒也一怔，隨後眼底升起濃濃的恨意。他錯開我的手上前，王上，臣對長公主一見鍾情，斗膽求娶長公主。池景軒比我更快反應過來，我望了望周遭的場景，再眼熟不過，我和池景軒雙雙重生了。池景軒的話一出，全場譁然，阿姐險些激動地站起身來，掩藏不住的驚喜。我是騰蛇族為數不多的紫蛇，而阿姐是平平無奇的綠蛇，人人都傳聲真龍的是我，是個正常的人都會選擇我。上一世則親當日，我一眼相中人群裡傲然挺立這兒的池景軒，他是一條紫蛇，和我身份相符。當時他高興壞了，拉着我的手向父王許諾了一堆要對我好誓言，結果卻親手殺死了我，只因我生下了一個白蛋。而阿姐雖沒有生出真龍，卻生出了至今少有的黑蛋。姐夫成了萬獸之王。若是我能和景軒這樣高階的蛇，必定能生下真龍，都是西月破壞了我的好事。阿姐這話被池景軒聽了去，加上王位旁落，池景軒一氣之下擊碎尚未孵化的白蛋。父王多年希望落空，顏面掃地，又知曉我其實是白蛇後，怒不可遏，一掌擊碎我的元丹，將我剝皮拆骨。再次睜眼回到澤夫當日，池景軒拒了我，求娶阿姐。父王坐在寶座上，臉色不悅。他原本很滿意池景軒，早就想給我和他直接賜婚，不過礙於傳統，走個招婿的過程。今日可是離月澤夫，你和我說要求娶西月，你這是何意？我早就愛慕大公主已久，心只系一人。池景軒的聲音十分堅定，讓阿姐羞紅了臉。阿姐娇滴滴地站起來，跪在父王面前。父王，我和景軒是两情相悅，求您成全我們吧。今日澤夫辦得風光，其他族類也皆在場。父王不好發作脾氣，只能無奈嘆了口氣。那就先給你們二人赐婚吧。殿上並非只有池景軒一條紫蛇，父王只覺得池景軒沒眼光，打算讓我物色一條新的。池景軒接過如意簪插在阿姐頭上，阿姐一臉嬌羞，又神色得意看向我。她知道這原本是父王給我選擇的夫君，原以為這是結束了。父王剛要指一個相貌更加出挑的紫蛇問我是否滿意時，池景軒又開了口。他朝着父王欠了欠身，我的眼皮一跳。王上，璃月可不會生出真龍的，
因為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孩子。一條白蛇能是王室子嗣嗎？池景軒指着我，一臉憤憤，全場疑惑不已，目光紛紛看向我。放肆！母後气急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我可是她唯一的女兒。池景軒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樣。王后，您品行不端，還要我說的再清楚一些嗎？說話聲不大，卻引起了不小的騷動。母後狠狠朝池景軒摔了一個琉璃盞，眼睛氣得翻起白眼。你敢污蔑本宮？璃月分明是紫蛇，怎麼會是白蛇？池景軒這話不是說我母後出軌又是什麼？大膽！你妖言惑眾！父王震怒，拍了拍眼前的桌子。從小到大，我都是父親的掌上明珠，他在我身上耗了那麼多心血，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怎麼能接受我不是他的親生女兒？池景軒不緊不慢，從懷裡掏出一副玄鏡，是真是假，一眼便知。玄鏡一照，顯示真身。池景軒看向我，嘴角上揚，陰沉的眸子。璃月，你敢試试吗？他說完，根本不等我回答，拿着玄鏡的手一轉，我的身影映入玄鏡內，發出一道白光後，什麼屬性的蛇玄鏡就會發出什麼顏色的光。殿內的人都倒吸一口涼氣，看着父王，他的臉色變得鐵青，對母後質問：獨孤氏，你敢騙我？母後雙目放大，捂着嘴慌忙解釋道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璃月可當真是你的女兒啊。上一世池景軒娶我不過是我身上背負能誕下真龙的傳言，又基於那皇位，騰蛇皇室絕不會生出白蛇，這是女媧給騰蛇王室的諾言。所以池景軒看見我生下白蛋，於是斷定我根本就不是皇室血統。當年母後生我時也是一顆白蛋，她只愛我父王一人，怎麼會生出白蛋？父王生性多疑，這是解釋不通，還會為家裡引來殺身之禍。於是母後求了娘家的秘術，讓蛋變成了紫色。這些年來，母後一直不敢面對我是一只白蛇，讓我以紫蛇自居，所以日子久了，她自己也忘記了我的真實身份。但我沒忘記自己的身份，查閱了眾多卷軸，閱覽古籍無數。嫁給池景軒後，才在一本殘本上解開了疑雲。母後的娘家獨孤氏是女媧後裔，女媧真身原來就是白蛇。女媧與伏羲一戰戰敗後，後人為逃避追殺，隱姓埋名，不惜同其他族類雜交，企圖改變血統不被發現。獨孤氏一脈曾出現白蛇的都被秘密處死了，萬年來再也沒出現過白蛇。到了母親這一輩，她已經不知曉自己是女媧後人，沒想到生我時那基因突然顯現，這白色才是至純的女媧後人。殘卷還說和至純女媧後人結合，但為白色，破殼後為龍。那時我本想把這件事告訴池景軒，起身時腹痛難忍，當我再次睜眼，蛇蛋已經落地，可池景軒二話不說就殺死了我們的孩子。若是他能等孩子破殼而出，就會知道我是真的可以誕下真龍。思緒拉回，我看着眼前曾經溫柔的臉變得面目可憎。如此下賤的蛇種，還敢冒充紫蛇，揚言自己能誕下真龍，混淆視聽，罪不可赦。池景軒一臉狠厲，只等父王下令處死我，像上一世一樣擊碎我的元丹。池景軒以為娶了阿姐就能生出真龍，繼承萬獸之王，所以這一世毫不猶豫選擇求娶阿姐。我心裡不由冷笑，做他的白日夢吧。能生真龍的可一直是我。我剛要解釋自己的真實身份，只見父王暴喝一聲，把我擊飛至大門。強大的內力讓我嘔血不止。父王正坐在寶座，聲音冰冷：枉我在你身上花了那麼多功夫，你這個雜種，我這就叫你魂飛魄散。父王再次凝聚內力，勢必要把我灰飞煙滅，永不入輪迴。阿姐和池景軒面上難掩欣喜之色，恨不得下一秒就讓我消失。這時母後突然擋在我身前，淚眼婆娑：夫君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求你看在我的面上放過璃月吧。父王被氣得發抖，整個人都在哆嗦。好啊，你這個賤婦，還為這野種求情。夫君可曾忘記當初誰扶你上皇位的？母後的母家有實力，當年父王九子奪嫡的時候可是出了不少力的。父王目光沉了沉，收斂了一些身上的戾氣。我趕緊把母親護在身後，想和她解釋。父王，其實我是……好，我放過他一條命，但你獨孤氏背叛我，我要廢了你的王後，軟禁蛇窟。我一聽，身體涼了半截，蛇窟裡可都是蛇吃蛇啊！父王，還有你，滾出去！從今往後，你不再是腾蛇族的二公主，休要我再見到你！父王厉聲打斷我的話，直接拂袖而去。身後的母後身體一軟，跪坐在地，被人抬了下去。侍衛把我架起來，準備把我丟出宮門。路過阿姐身邊時，她可以握住池景軒的胳膊，十分得意說：
沒想到你也有今天，今後我就是騰蛇最至高無上的公主，你小小白蛇只配像奴隸一樣活着，给我舔腳趾頭都不配。池景軒也摟着姐姐的腰，眯着那雙眼睛對我冷斥。黎月，我不会選錯人了，這萬獸之王必須是我。哦，那我們走着瞧好了。不過，你能行嗎？我瞥了池景軒一眼，下身面帶嘲諷。你……池景軒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滿臉通紅，捏緊拳頭就要朝我揮舞而來。我快他一步閃開，洋洋灑灑出了店門。池景軒是個天煙，上一世我嫁過去，她每夜除了舔我一臉口水，什麼也做不了。木已成舟，為了自己丈夫的臉面，我死守這個秘密。當時池景軒又待我很好，整日甜言蜜語哄我，我對他動了心。對於那王位，早就沒了爭鬥的意思，只想安安穩穩同他過完一生。可池景軒不怎麼想，他查了秘法，做了生子丸，哄我說只想和我有個孩子，害怕我羨慕其他人。我不忍心池景軒因無後讓人恥笑，於是每日服用一顆生子丸，才懷上了那孩子。秘法因狠至極，生子丸對身體傷害極大，服用之人日漸消瘦，形如枯槁，夜夜腹中脹痛不得眠。當我懷孕的時候，人已經瘦得不成樣子。若非我是女媧後人，毅力驚人，她生產時我早就因為體虛死了。這孩子來之不易，卻被池景軒活活打碎，叫我怎能不恨？我被逐出王族的是一夜間家喻戶曉，我從至高無上的紫蛇成了人人鄙視的白蛇。明明我做公主的時候做了不少善事，子民為了讚揚我還出了畫本。可現今我走在路上，大家都對我避之不及，受我恩惠的那些人都對我嗤之以鼻。我無處可去，只能尋了一處山洞暫為處所。如今阿姐是父王唯一的女兒，池景軒還口出狂言，他與阿姐的孩子必定是一條至尊黑龍。父王把希望又寄托於阿姐身上，還把阿姐生母扶正，更是當着騰蛇族的面懺悔自己虧待了阿姐，日後要好好彌補她。一時間，阿姐成了全族人追捧的對象，有人還把我編排成惡毒的小人，從小到大欺負阿姐，搶奪阿姐的寵愛，這讓阿姐獲得不少人的同情。我走在路上，時不時就有人給我吐兩口唾沫，指着我大罵，好像我曾經欺負過他們一樣。殘卷在池景軒家中的密室中，我如今是拿不到的。況且女媧早就死了，歷史記載女媧後代也被伏羲屠了乾淨，父王也不會相信區區幾頁紙的話。若想證明身份，救出母後，那就只能生下真龍了。我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朝着陰暗的奴隸市場走去。腾蛇王室成立之初，就以顏色將族人分為3、6、9等，以便掌控。大部分白蛇都會淪為奴隸，命運無不是悲慘的。我一眼注意到了那個蜷縮在角落的少年，是一條小白蛇。我遠遠觀察了1刻鐘，他面色俊秀，應當很招人喜歡才是。可來了2、3個買主詢問，都沒有帶他走。賣家覺得小白蛇不爭氣，每走一個買家就狠狠給他幾鞭子。細白的皮膚血肉外翻，血肉模糊，小白蛇卻一聲不吭。我再也忍不住往小白蛇走去，接過了那即將落下的鞭子，開口問道：喲，這不是二公主嗎？他刻意扯着嗓子，引來無數人注視，旁邊有人停下腳步，接過他的話。此話引來一眾人嘲笑，開始對着我指指點點。我不欲爭鋒，又問了一遍：他多少錢？綠蛇扯了扯小白蛇身上的鏈子，發出叮叮當当的聲音。怎麼，你想買回去？如今都不是公主了，還想買個奴隸？自己能保住自己，不當奴隸就不錯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二公主是深夜寂寞男啊。這話又惹一群人哄堂大笑，看向我的眼神都變得不懷好意。騰蛇等級分明，看重門第，那些虽然顏色等級高一些，但是又處於他們那一級末流的，是很難找到伴侶的。為了度過難耐的發情期，不得不買一些奴隸在自己身邊聊以慰藉。二公主要玩，儘管找我，我保準把你餵飽。說話的綠蛇搓着小手，看着我色眯眯的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老虎不發威，真當我是病貓。我一個瞬移，把那些嘲笑的人直接打趴在地上，嗷嗷直叫。我朝那俊美的少年伸出手，溫聲道：跟我走吧。少年不語，哆嗦地把修長的手指放在我手上。身後傳來那綠蛇的怒罵：哼，那奴隸是個啞巴，白蛇中的殘次品，下等的下等。黎月，你現在也只配玩這種貨色。原來是個啞巴，那怪那麼多人都不肯買它。這些殘缺的白蛇連正常的白蛇都看不起，更別說其他品階的蛇了。我帶小白蛇回了洞穴，讓它清洗乾淨，給它換了身白衣。我在心中怒罵自己真不是條好蛇。你叫什麼名字？姓陳，名字真好听。我眯眯眼，盡量讓自己變得和藹可親些。我咳嗽2聲，不敢看他，自顧自的寬衣解帶。靜晨瞪大了那雙憂傷的眼眸，趕忙制止我。我挑起他的下巴，一臉戲謔：你可是我買回來的小夫君，伺候我可是應該的哦。
他不讓我解自己的衣服，我就去扒他的衣服。靖晨慌忙拉住我的手，在手心飞快写道：我们才刚認識，怎麼可以做那種事？我反手握緊他的手，義正辭嚴道：剛認識才需要深度交流呀，你不會不懂怎麼做吧？他手上沒了動作，兩頰瞬間漲紅，居然這麼純情。我舔了舔嘴角，在他耳邊低語道：沒關係，姐姐教你。我說完便欺身壓去，靖晨被我握住了命門，眼底泛紅。一夜纏綿，終於教會了這條純情小白蛇。比起上一世池景軒只能抹我一臉唾沫，靖晨那方面的天賦可謂驚人，身體舒爽了不止一點半點。好幾次我都受不了了，他卻像上癮了一般，還纏着我要。我就在洞穴裡鬼混的小半個月，光吃附近的野味肯定是不夠的，我有點饞城裡的美食，於是拉着靖晨進了城。今日這城裡熱鬧非凡，到處都是紅幔，每條街都是鮮花鋪地，許多士兵出來進街道，和靖晨被擠到兩側，看着遠處浩浩湯湯駛來一群紅影。我才想起來，今日是阿姐和池景軒的婚事。上一世我成親的場面也是如此盛大，遊街遊了3圈，那鳳鸞花轎顛簸得我屁股疼。如今坐在花轎上的是阿姐，池景軒騎着一匹高達的棗紅馬在前面，阿姐的花轎在後，花轎四面通透，只以紅帳與外界相隔。我不想生是非，拉着靖晨想要走。黎月，阿姐還是看見了我，坐着這麼高的轎子，遠遠都能認出來我。該說不說，她的眼力真好。池景軒讓儀仗隊停在了我的面前，他目光沉沉看着我牽着靖晨的手，眼底滿是嘲弄。還真是好久不見啊，身邊這個就是你買回去的啞巴奴隸嗎？阿姐也掀起了紅帳，搖着紅扇笑道：黎月啊，好歹也是做過公主的蛇，再怎麼樣也不能找條身體殘缺的白蛇吧？你怎麼能墮落成這樣？還是說你以為你能生下真龍啊？可是又沒人娶你，只好找了這麼個玩意。身邊的婢女侍衛看着我和靖晨偷笑，其他人也一臉探究。我叉着腰也是一臉不客氣。與其關心別人，阿姐還是多關心自己丈夫身體的殘缺吧。我說池景軒，你能滿足得了我姐嗎？其他人像是聽見了什麼不得了的消息，頓時炸開了鍋。池景軒剛剛還得意洋洋的臉上頓時變得面目猙獰。黎月，你在胡說什麼？我是不是胡說，你們自己心裡清楚。我滿是不屑，一想到阿姐欲求不滿，卻還要在池景軒身下表現得一臉滿足，我就想笑。阿姐氣得本想把手裡的紅扇朝着我扔過來，突然她想到什麼，一改畫風，掩面而泣起來。我今日成親，所以你專門來搗亂的嗎？我知道擇親之前父王有意撮合你和景軒，可是景軒愛的人是我啊，你嫉妒我的性子什麼時候能改？你為什麼從小到大什麼都要和我搶？我現在好不容易拿回屬於我的一切了，你還要來搗亂？黎月做蛇那麼壞，你不怕遭天譴嗎？看着阿姐哭得梨花帶雨，我下巴都驚掉了，還真是會演戲，我都忍不住要為她鼓掌。人群裡不知道誰大喊一聲：黎月真是一個毒婦。隨之而來的還有幾片爛菜葉砸到我腦門上。馬上的池景軒看着我的眼睛跟淬毒了一樣，對着周遭大喊：砸得好，誰扔得我賞靈珠100兩。剛說完，鋪天蓋地的爛菜葉、雞蛋、樹葉朝我飛來。靖晨快速把我拉入懷中，用整個身體擋住。黎月，你早就不是我的對手了，我捏死你如同捏死一隻螻蟻一樣簡單。池景軒留下一句話，帶着儀仗隊揚長而去。靖晨的頭髮凌亂，衣裳被扯破，後背還被石頭劃了幾道口子。給他上藥時，我不禁紅了眼眶，是自己拖累了他。靖晨的好像明白了我的心事，一把我抱入懷中，手不斷拍着我的後背安撫。他的心跳如鼓，亂了我的心弦。那指尖早就被我捂熱，變得不再冰涼。靖晨，我發誓以後帶你過好日子，那些人必須啪啪打臉。靖晨望着我的眼眸柔情似水，我被看得愣了神，他又親吻我的額頭作為回應。半月後，父王召我進宮照顧懷孕的阿姐，說是阿姐心疼我在外流浪，想給我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。阿姐又是想了法子折辱我，也不怕我心生歹念要把孩子害死。我沒有拒絕的權利，父王說要是不同意，就讓我和我的小夫君一塊消失。我帶着靖晨進了王宮，阿姐給我們安排了一個四處漏風的小屋，還不許其他人幫助我們。阿姐的房間重新修繕了一番，放眼望去滿壁金黃，那些個珠寶像是不值錢的玩意兒堆在角落。姐姐從中挑了一個夜明珠，端詳了一會兒，又將它重重砸在我身上。黎月，見過這麼多奇珍異寶嗎？你嫉妒我嫉妒的要瘋了吧？阿姐說完大笑。等我生下真龍，景軒做了萬獸之王，誰都不敢忤逆我。你現在有機會，可要乖乖的服侍我才行。她挑起我的下巴，緊捏着，陰狠狠地看着我。我擠出一絲笑。阿姐說的是。見我如此卑微，她又得意嗤笑了一聲呵斥，還不趕緊給我布菜？池景軒不在，阿姐一個吃，午餐就準備整整72道菜，簡直奢靡至極。
這些璃月當公主的時候都沒吃過吧？雪山的雪蓮，東海的刺身，南冥的灵芝。父王說了，只要我想吃，就没有找不到的。我一进宫，阿姐就总問我，这个沒見過吧？那個你沒用過吧？想通過比較，從我身上得到壓我一頭的快感。我想着母後靖晨，壓制自己心中的不爽，咬着牙假意迎合她。阿姐卻得寸進尺起來。我心善，這塊千年人參就想給你吃好了。阿姐夾起一塊人參向我遞過來，快到我嘴邊時又鬆了筷子，任由着罕見的千年人參掉在地上。啊，我手滑了，可是璃月會吃的吧？她說完給了身邊婢女一個眼神，那婢女上前按住我的脖子往下拽。公主賞的，你就得吃。我不敢拼命反抗，好歹也是練過的。我身手不俗，2、3下就把婢女按倒在地，轉頭再對阿姐說話。西月，你不會真覺得自己能生出什麼貨色吧？阿姐咬唇，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。哼，周公說了，父王的孩子能生真龍，還能有甲。你不會以為自己能生吧？你是野種，可不是父王的女兒。來人，快給我打爛他的嘴！周遭的侍衛把我按住，可偏偏彎不下我的膝蓋。我沉聲問阿姐：“那生子丹的味道好嗎？”那生子丹不僅有損母體，連生出來的孩子是個畸形的概率極大。前世我閱書無數，找了許多方法好生調養，以保證自己的胎兒正常。我同池景軒說過，他卻滿不在乎。他堅信自己的丹藥經過改良，不會有這種弱點。阿姐大字不識幾個，能懂這些嗎？胎兒十有8、9是個怪物。阿姐眼底閃過一絲慌亂，抬手把所有人支出去。你又在胡說八道，當真不長記性，我就好好教訓教訓你。阿姐揚手打來，可從小到大她就打不過我。我連續打了她幾巴掌後，身後傳來了呵斥：“璃月，你怎麼敢打我的女兒？”是父王，身側還跟着池景軒。阿姐掙開我挽上父王的手，委屈至極。璃月曾經是我的妹妹，我看不得她在外流浪，好心接回王宮，可妹妹的怨念居然如此之大，險些要把我肚中的真龍打死啊！池景軒指着我的鼻子怒罵：“璃月，你真是死性不改，蛇蠍心腸！你要是敢壞我龍孫，我就把你也扔進蛇窟，再放幾條大蟒蛇咬死你和你母親！”父王被氣得吹鬍子瞪眼，看我的眼神如同他往日看奴隸一般，眼裡毫無往日父女恩情。眼前3人你一言我一語，吵得我頭昏腦脹。3人的身影逐漸變成6人的身影，最後我眼前一黑。早晨我就覺得身體不適，但只當是自己起太早了。啟稟王上，二公主這是懷孕了。我睜開眼時，王宮的醫師正在為我把脈，靖晨坐在我身邊，一臉擔憂。玄真醫師，你可要慎言啊，她早就不是二公主了。池景軒的話讓太醫腦門的汗直流，說話都帶着顫音。是璃月姑娘，璃月姑娘懷孕了。池景軒聞言大笑，哈哈，她居然懷上了那啞巴的子嗣，不知道生出來的會不會也是個啞巴。靖晨聽得懂，握緊拳頭就要給池景軒一拳，被我拽住。再怎麼說池景軒現在是王族駙馬，半個王室的人，父王又在身邊，怎麼會任由靖晨打池景軒？就在這時，國師從門外飛奔而來，一臉激動。啟稟王上，東方出現七彩祥雲，乃龍子降世的前兆啊！卦象顯示，龍子會誕生在王宮。龍族100萬年前戰爭中早就滅族了，但蛇族無疑不想修煉成龍，龍族才是眾獸肯心甘情願臣服的萬獸之首。一旁的池景軒聞言大喜，拉着阿姐的手。父王，看來西月懷的真是龍子啊！這後世的真龍為騰蛇一脈之下，您和西月都要千古留名了。宮裡懷孕的只有我和阿姐，大家自然不會認為我會是能懷有龍子的那個。畢竟我身份低賤，夫君更是下等的下等。周遭紛紛向父王道賀，一時間阿姐被眾人團團圍住，被誇到天上去了。這群人哪還有空理我？靖晨帶着我回了小破屋，這些天都靠靖晨把屋子收拾了一通，有了些許家的模樣。他扶我到床上躺下，在我手寫道：“好好休息，不許亂動了。”我勾住他的兩縷髮絲笑說：“我哪有那麼脆弱？”靖晨臉上仍是一臉認真，在寫道：“我不想你有意外，我從沒想過會有人給我生下一兒半女。”靖晨摸着我的肚皮，滿目柔情，我不禁親了親他的嘴唇。傻瓜，我會保護好自己的。靖晨把我擁入懷中，讓我感受到他炙熱的心跳，手心裡的癢意讓我的眼睫毛都忍不住顫抖。我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，自己為什麼活着。我一直都是一個人，我是啞巴，沒人願意和我交流，他們都欺負我打罵我，只有你待我好。他的眼神很難過，又如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模樣，看着很想讓人欺負。靖晨的手不斷在我手心滑動，他絮絮叨叨說了很多，最後說：“璃月，我喜歡你，你和孩子做我一輩子的家人好不好？”我吻上他的眼睛，柔聲說了聲好。如今全族上下都激動不已，全盼望着阿姐的龍子降臨。阿姐肚快到生產時簡直大得出奇，身體越發瘦弱，臉頰凹陷，
不負孕前美貌。池景軒竟然還對外声稱，這是因為阿姐的肚中是龍子的緣故，讓大家更加相信阿姐必定生下龍子。我與阿姐雖然隔了半個月的孕期，卻是一同生產。生產當天，所有人都去了阿姐的房間，圍得水泄不通。而我是一個被廢棄的公主，沒人願意替我節省，靜晨慌亂極了。後來我不知道她是走了多久，跑了多遠，怎麼把一個鄉村阿婆帶進了王宮。靜晨一直陪在我身邊，比我還要緊張。與上一世不同，這次生產出奇的順利，沒有被折磨得死去活來。生產的婆子抱着白蛋到我們面前，一臉尷尬的祝賀。靜晨接過時歡喜極了，拉着我的手，一臉幸福。我們有自己的孩子了，璃月辛苦了。說完還吻了一下我的額頭，惹得身後的嬷嬷都被感染了情緒，不由抹抹眼淚。是什麼蛋哪有那麼重要，只要一家人團團圓圓才是好的。我和靜晨雙雙點頭道是贊同。忽然門外傳來一陣歡呼，生了，大公主生了顆金蛋。我還從沒見過金蛋呢，走去開眼，只有龍蛋才會是金蛋呢。天佑我騰蛇！我聽聞微微蹙眉，按理來說阿姐的肚中可是個畸形胎，這金蛋是怎麼回事？難不成池景軒重生之後用了什麼秘法？再見阿姐時，她消瘦得不成人形，懷裡還抱着金蛋，一臉春風得意。璃月啊璃月，從小你就什麼都比我強，可是又有什麼關係？笑到最後的才是贏家。你看看你的那顆白蛋，真醜！我要是你得羞愤的一拳打碎。你那啞巴夫君我都不想說了，長得好看也无用，不過正好配你这種騙子。多虧當初景軒拒絕了你，否則怎麼會和我生出龍子？景軒的冊封之日就定在龍子破殼的那天，到時候我們的身份可就一個天上一個地下，你肯定嫉妒瘋了吧？從進門，阿姐就絮絮叨叨沒完，她身體虛弱的講話都要喘3喘，還想着挖苦我。阿姐，你有功夫在這和我爭鋒，不如想想怎麼管好池景軒吧。我昨日才看見他和一個美姬拉拉扯扯呢。阿姐如今這模樣實在太難看，池景軒哪能對着臉下嘴？況且他本就是不安分的。阿姐一心只想着怎麼拿我找樂子，自己枕邊人偷腥了也不知道。前世池景軒和其他婢女調情的時候被我撞見，我狠狠教訓了一通，他才收心的。說了，阿姐又生氣，砸了個杯子在我身上。我比你更了解景軒，少污蔑他。他話雖然這麼說，但是人已經氣急要去找那美姬算賬了。翌日我就聽說阿姐把那美姬的臉給刮花了。破蛋在即，王宮上上下下忙碌不已，眾妖獸紛沓而來，將王宮圍得水泄不通。那送來的賀禮擺滿了一整個宮殿。我和靜晨被安排來宴席上打下手，因為不放心自白蛋獨自在家，今日這蛋也是要破殼的。於是靜晨把白蛋背了身上，不少人向他投來異樣的眼光，他卻絲毫不在意。這個不是以前的二公主嗎？怎麼落魄成這樣了？看她的啞巴夫君還背着那顆醜蛋呢。好戲還未開場，其他人就先拿我取樂，父王就我的不遠處，仿佛沒看見我一般，當真是冷漠至極。他扶着那個新的王後，身側是阿姐和池景軒，一家人其樂融融，好不幸福。池景軒帶着阿姐向我走來，瞥了一眼靜晨背上的白蛋，眼神裡滿滿的厭惡。璃月，你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？背着你這顆醜蛋過來，簡直晦氣。身側的阿姐也趕緊附和，一臉鄙夷。真是夠丟人的，好歹曾經也是公主，你這讓其他獸族怎麼看我們？還不快把這白蛋丟了！靜晨把我護在身後，惡狠狠地看着他們。池景軒被盯得有些生氣，你這下賤的東西還敢瞪我，屁都憋不出的玩意兒！正當我準備反駁怒罵回去的時候，一個嘶啞的聲音響起，別欺人太甚。我一臉震驚看着靜晨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靜晨，你剛剛是不是說話了？我還沒說完，阿姐懷裡的金蛋突然開裂，池景軒激動大喊，蛋裂了，真龙即將降世！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於此。父王一臉興奮走了過來，死死盯着金蛋。池景軒咯咯笑着，把金蛋舉起來，以便眾人看得更清晰些。那金蛋已經蠢蠢欲動。今日大伙開開眼！金蛋的裂紋逐漸變大，金光越發強烈，刺得大家睜不開眼。不愧是金龍蛋，我看不見了，要出来了，要出來了！所有人都伸長脖子，拼命睁開眼。池景軒哈哈大笑喊道：我池景軒的孩子可是真龍，萬獸之王的位置是我的。說着，這光慢慢暗淡下來，蛋殼也開始掉落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這是白蛇。在眾望所歸的時刻，蛋殼裡跳出了一條又醜又畸形的下等白蛇。這是什麼東西？竟然有2天尾巴！池景軒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臉上，抓狂地拎起来剛爬出來的幼龙，不可置否地看了看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按照古書做的，我用了那麼多奇藥，一定会生出真龙的。他的臉扭曲得不成樣子，抓住幼蛇的力道極重，幼蛇哭，發出嘶啞的哭聲。阿姐一下癱坐在地上，整個人的臉色更加灰白，周圍的人開始指指點點。
父王顏面掃地，怒不可遏。池景軒，这就是你說的真龍？岳父大人，你听我解釋，肯定是什麼環節出錯了。一切如我所料，那生子丹生出來的孩子果然是個畸形。今日場面熱鬧，被這麼多人圍觀，真是丟大人了。大家大失所望，開始議論紛紛，有的憤然離去。突然又是咔嚓一聲，我看向靖晨，他背上白蛋也開始開裂了，裂縫慢慢變大。靖晨趕緊把蛋放下來。好強一道白光！人群中有人驚呼，指向我，大夥紛紛停下腳步，光芒越來越耀眼，照亮了半個天空。突然，白蛋開始劇烈地顫抖起來，伴隨着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，蛋殼瞬間破碎開來。一隻白色的龍爪從破碎的蛋殼中伸出，鋒利的爪子閃烁着寒光，隨後一顆龍頭探出。娘亲！聲音脆生生的，两只眼睛圓溜溜地看着我。我被手裡的家伙叫了一驚，果真是一條龍。小家伙用力掙脫着剩餘的蛋殼束縛，身軀逐漸展露出來，直衝雲霄。白色的鱗片在陽光照耀下閃着七彩的光。龍，這才是真正的龍。父王一臉詫異，張着嘴看着我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池景軒雙目赤紅看了過來，陰狠的模樣仿佛下一秒就要向我們一家襲來。是你们偷偷換了我的孩子。你的孩子？我不由嗤笑。就是我的孩子，我才能生得出来。他一個卑劣的白蛇和你這個賤人怎麼生得出來？你連身下都起不來，能生出孩子嗎？我的聲音不大，卻足以讓在場的各位聽得清清楚楚。大家從真龍降世的震驚中回過神來，紛紛看向池景軒。你休要污蔑我！你不能生育，只能讓西月服下的生子丹，那丹藥會使胎兒畸形，母體消瘦。你說我污蔑你？那西瑤的身體和那兩條尾巴的胎兒，你要如何解釋？我的質問讓池景軒說不出話來，阿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。池景軒，你騙我，是你害我！阿姐本就體虛，這一喊直接氣絕。我牽着自己的孩子，一步一步走向一只自以為是的父王。父王，玄鏡發出白光，不是因為我是普通的白蛇，而是因為我是女媧後人，所以我才是能生龍子的那個。這句話一出，全場倒吸一口涼氣。我看到父王臉上全是詫異，嘴巴大的能塞進一個蘋果進去。而此刻池景軒猙獰極了。哼，女媧早在幾百萬年前就死了，後人早就滅了個乾淨。不，他說的是真的。我還未開口，國師先出了聲。他一臉不可置信看着我身上慢慢散發出的白光。我的蛇尾逐漸顯現，已然不是單純的白色，而是閃着細光。我低頭看向自己的手心，原來是小寶給了我顯示真身的力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切都是假的。這萬獸之王本就該是我的。池景軒幾乎瘋癲，大笑地將所有內力聚集一掌，想要拍向我與孩子。這時一個殘影閃到我面前，速度極快，一掌接下，居然是靖晨。怎麼可能？你一隻殘缺的小白蛇怎麼可能接得住？池景軒看着自己的手掌，感覺不可思議，他好歹也是一條紫蛇。而靖晨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和孩子，說了一句：李月，我想起來了。他居然真的能開口了。靖晨說完，騰飛而上，幻化成龍，仰頭長嘯，聲音震撼天地。展開龍身後，身體的依然發出刺眼的白光。這怎麼還有一條龍？這回是父王顫抖的聲音。靖晨的身軀扭動着，身上的肌肉線條清晰可見，充滿了爆炸性的力量。他的長尾如同一根巨大的鋼鞭，隨意一揮便擊碎了周圍的巨石。這是同池景軒挑釁。池景軒很快鎮定下來，化為蛇形。你以為你是龍，我就會怕你嗎？龍族早就該死絕了。一白一紫開始在天上交纏爭鬥。不到半炷香，池景軒的蛇身斷成幾塊從天而墜，但蛇頭落在我身邊時，池景軒竟還可以喃喃道：再來一次，我一定先殺了你。我發出一聲冷笑，將蛇頭踢到遠處。不會再有一次了。一切釋了，靖晨再次回到我身邊，緊緊握着我的手。李月，我想起來了，我本是東海龍王之子，當年大戰，母後為了救我，偷偷把我送出宮中，被封存了記憶和神力。我不是天生啞巴的，我一個人在蠻荒度過了1萬年，那裡沒人和我講話，我才慢慢不會說話的。靖晨低着頭，一臉難過，聲音委屈極了。蠻荒沒有白天，荒涼至極，周邊是無盡的孤獨。想到年幼的靖晨在那種地方過了1萬年，我的心被揪得生疼。我摸着他的頭髮，溫聲安撫：都過去了，今後有我和孩子陪你。靖晨，你不再是一個人了。靖晨聞言，握着我的手又重了幾分。我們一家正甜蜜，父王快步到我面前，眼含熱淚。西月，是父王錯怪你了。父王糊塗啊，快讓我看看乖孫。我冷着臉，任由父王的手空懸着。父王，你老了。父王明白我的意思，一愣。身旁的國師明白我的意思，於是念起詔令：真龍歸位，立為新王。所有妖獸紛紛下跪，大喊3聲。
吾皇萬歲！父王絕望地閉上眼睛，聲音顫抖地問我，對自己的親生父親當真如此狠心？我不答，冰冷的眼神說明一切。冊封大典結束，我把母後從蛇窟接了出来，把父王換了進去，又下令在蛇窟中加入幾條飢餓已久的巨蟒。父王不到半刻鐘便被啃食的骨頭都不剩，無論上一世剝皮拆骨之恨，還是這一世拋棄之痛，我都不能原諒父王。原先蛇窟裡的蛇不至於吃人，母後又是女媧後人，只是受了輕傷，沒什麼大礙。母後一見到我就老淚縱橫，我和母後把事情的前因後果解釋清楚，對於自己的身份也是震驚不已。靖臣上任新王後，廢除奴隸制度，下令不再以顏色分3、6、9等，將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條，受到了众妖兽的爱戴。可小龍宝剛成年，靖臣就迫不及待地把皇位交給了他，带着我游山玩水去了。父王母后真不厚道，你们倒是逍遙自在了，刘孩在王宫好辛苦。收到小宝来信时，我正和靖臣在華山看日出，我倆相視一笑，又往東海方向飛去。靖臣說他想回來看看，